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哲。在看到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最新情况因为现在呢，以色列的军方呢公布了最新画面这个是9月27号呢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总部的以军战机起飞还有降落的画面。那以军的战舰呢，在参与对黎巴嫩的首都空袭据说这是他们称是2006年以来黎以冲突以来的这个军舰首次参加对贝鲁特的袭击，看得出来现场的画面呢非常的震撼。那以色列呢释出了多张的照片来显示以军的坦克呢正在从以国的南部开往以黎的边境情况，它这个是释出了照片。那呢，以军呢现在空投了80吨的炸弹击毙了真主党的领袖。以军在27号傍晚大举空袭了真主党的中央总部，以军空投的数量未明，但是呢总重量超过了80吨的炸药，轰穿了真主党的地下指挥中心。那真主党的领袖身亡了，现在以色列还要增兵来追击。那以军呢，他此一对这个纳斯拉勒的斩首行动代号呢叫做新秩序。那现在呢，这个军队报告称出真主党已经拥有15万枚的火箭弹，看得出来呢，还会持续再打下去。那像纳坦雅胡呢，是不是使出烟雾弹的绝招来带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他说访美是烟雾弹纳坦雅胡是在酒店房间里面下令来空袭真主党以黎的危机开始才会升温。那纳坦雅胡呢，他当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指出摩萨德内部消息透露，以色列的空袭是经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那纳坦雅胡后来是被证实美国之行是为了掩盖行动，而且是麻痹真主党背后的伊朗情况。所以呢，当时的饭店是变成战情室的一个概念，相信大家也很关注。那至于8200部队再度建功，真主党的领袖之子曝出高层被渗透，以军的情报执行双在线。因为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27号呢身亡了。那整起行动呢，凸显了以色列的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的安全系统呢遭到以色列的渗透。那以色列的情报工作呢准确到位包括了这个领袖呢在地下总部确切的房间位置都在以色列的掌握之中。那传出说，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精锐8200部队。那这个纳斯拉勒呢，他是所有情报的指出说，以色列空军他们精准掌握到他所有的行动，还包括地下总部的深度，还有确切房间，让空军得以在计算的炸药的角度、投掷的高度，而且呢，在行动完成之后呢，以色列还投入情报人员确认结果，大致上呢，还是以这个摩萨德整体的行动奠定基础。那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是不是多线来全面开战呢？因为现在呢打的不是黎巴嫩打的背后会不会有包括伊朗、包括也门、包括加沙这边都有可能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领袖身亡，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也转移到安全地点的消息人士说，他已经 safe 了转移到安全地点。那现在总部被轰了，伊朗也警告说以色列别跨越红线犯下战争罪那现在呢，包括哈米尼的高级顾问他就批评说，这个暗杀的抵抗轴心领袖不会解决以色列问题，将会有其他人代替以色列正越过伊朗的红线，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那哈米尼紧急开了国安会议伊朗的骂这个打开了地狱之门。现在包括了伊朗的最高的国家安全的秘书，他就说以色列打开了地狱之门由伊朗支持抵抗轴心，会武装起来，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反击。那伊朗的官员就说准备派兵前往黎巴嫩跟以色列来进行作战。那胡塞武装呢就说像这个特拉维夫跟美军的军舰发射飞弹，那以色列呢多的这个防空警报以军说都成功拦截，而且一枚是来自于也门的飞弹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就说了，已经向特拉维夫附近的这个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射一个飞弹。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现在美国跟中国态度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呢，看起来他说拜登跟贺锦丽都说是正义之举拜登就说这个是正义之举，那贺锦丽就说呢这个真主党的领袖这个是双手沾满了美国人鲜血的恐怖分子。那在这个领袖被遇害之后呢，其实有数千名的抗议者试图冲撞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画面也是非常惊人因为数千名的伊拉克的抗议者呢试图冲进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以抗议以色列在前一天暗杀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那对比这个情况呢，中国大陆目前态度是如何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说，中东不稳天下难安以最大的紧迫来
推动加沙永久的全面撤军，看得出来是希望能够和平为最高的理念。然后先请教一下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的以黎冲突情况？其实我早就讲过了，当时发生这个呼叫器爆炸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警告过真主党，你们要做的不是去向以色列攻击，先要把内鬼找出来。先抓内鬼了。对啊，因为很明显你们整个组织被人家渗透乱七八糟的嘛。然后呼叫器爆了之后，对讲机爆，对讲机爆完之后，你们一大堆的人，不管在哪里都被以色列找出来，然后直接被炸死。所以这个很显然，真主党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那现在连纳斯拉勒都被炸，对，而且连他在哪里的地点、什么深度，完全被人家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基本上，如果真主党没有办法把内鬼找出来的话，他不会对以色列产生什么任何作战能力。是，那反而是以色列呢，其实他这个东西他已经筹划了非常非常久。那他现在正在集结他的装甲部队，准备干什么？准备要开进黎巴嫩。因为这个是必然的，也就是当然对以色列对外宣称是说我们只是要制造一个缓冲区，实际上他就是要把真主党往更北边赶。是，其实目的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接下来你应该是很快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直接挥军黎巴嫩。那以黎巴嫩的武力来说，他们是对付不了以色列的。讲实在话，大概就一定会以色列想划多大地来当缓冲区，就可以划多大地。那纳坦雅胡在干什么？纳坦雅胡其实就是让战争持续在走，这样他的暂时内阁就可以不用解散，他就可以继续统治以色列，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那这一切是谁允许的？这一切就是美国人允许的。是你虽然看到呼叫器，美国人也说不知道，对讲机也说不知道，现在炸的所有都不知道。但请问一下，弹药谁提供？就你美国提供啊？对啊，那你美国提供，我管你知不知道，这就是你害。事实就是这样子啊。是。因为你一直在资助以色列嘛，那以色列做了这么严重的这些行为，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对别的国家直接发动侵略攻击了。那美国，你不是世界警察，出来讲话啊？没有，还是在那边随便讲几句交代了事就算。什么正义之举？对啊，什么正义之举？我老实讲啦，拜登讲这正义之举也就算了，贺锦丽讲什么？说双手沾满美国人鲜血的恐怖分子。这一听就知道他完全没尝试，他根本不知道真主党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人家说他是草包，果然如此。真主党什么时候恐怖攻击过美国？没有啊，真主党一直都在跟以色列对抗啊。还是你认为以色列人都是美国人？一点常识都没有。对啊，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是劝贺锦丽少开尊口，一讲就错，真的非常糟糕。但是问题来了，问题就是不管美国人多草包。但是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态度是不会改变，是，所以以色列接下来会继续的，他在中东关心干嘛就干嘛。可是问题来了，你真的认为伊朗啊、伊拉克啊，或者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真的都软柿子到这种程度吗？我们前一阵子看到伊朗，对，看起来好像说了，他没有再说要进行报复了，对。可是君子报仇3年不晚了，你怎么知道3年以后、5年后、10年后，他会不会策划一个大行动，一举来对你以色列下手？我觉得当以色列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时候，自己心头要小心了。我不认为阿拉伯人一定会把这个武器吞下去，这当没事。我认为他们总有一天要报复，只是那个报复再度来临的时候，以色列人扛不扛得起？是。好，请教厉将军怎么看？现在以色列军方海陆空都出动了。第一个我觉得以色列来讲的话，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情报做得非常的准确。他现在空袭了1600个目标。几乎所有目标来讲的话，绝对不是滥炸的，而是有它一个打击的一个精准打击。精准打击。那到现在为止，真主党里面，除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纳斯拉勒之外，另外还有10个这个以真主党的主要的指挥阶层，包括他的飞弹部队指挥官，包括他的无人机指挥官，还有卡查旅的地面部队作战指挥官，总共11个已经被他定点的清除掉了。是，所以他情报非常的精准。那第二个来讲，他打击的地点，还有包括他的火箭的发射地点，以及这个军火制造的位置，他都掌握得非常清楚。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一直认为说是当他空中攻击之后，第一天当然我们都知道，当他指挥链打掉，就是用 BB 扣爆炸方式把他指挥官清除之后，接着说将地面的这些武力驱除掉之后，合理来讲，就是应该是地面部队要推进去。那为什么以色列到现在为止，地面部队还没有推进去？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根据报道，以色列现在又动员了2个后备旅。他之前为了打加沙，他总共动员了30万人，现在又再加动员2个后备旅，最少加动员1万人的兵力。
那你要知道，这些人动员之后，你社会就少了生产力，那这些军备你要支出啊，你又少了生产力，这些费用谁来给你？美国给他，所以很明显的，美国这是被他绑上车。那珍珠党会不会因此就这个销声匿迹，就被彻底击毁？我觉得也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任何一场作战来讲的话，你如果说是想要达到你让以色列的这些老百姓可以安全回到他以色列北部地方去定居来讲的话，你最少要将以色列真主党来讲向北边推30到50公里，就离开他炮兵的射程之外，离开他的卡秋莎火箭的射程之外，你才可以让这些人回去。那就势必要有一场地面作战，所以他现在动员2个后备役。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动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当然还有所顾忌。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真主党从2006年到现在这18年的期间，他难道没有学哈马斯在这个黎巴嫩南部那边经营他的据点攻势，包括挖地道这些？那你军队进入以后，其实美国西方他们有估计，如果说你要进入地面作战，那你以色列军队你可能要上千人的阵亡，那你愿不愿意承担这种损失？你承担得起，承担不起？因为以色列人他总觉得说他的命比这个巴勒斯坦的命要值钱哈，那1000个官兵阵亡你承受起，承受不起。第二个来讲的话，虽然说是他很多的领袖、很多的领导人物被清除，可是他后续继任的有没有机会上来？我们都知道，我们军中来讲，连长阵亡就副连长代理嘛，副连长阵亡就副老长代理嘛，所以说各级有各级的一个代理人，他是不是很快可以组织起来？然后你的通讯联络虽然中断了，我可以恢复最原始的通讯方式啊，比如我用有线电架设，我就可以通讯联络啊。那另外来讲，这个真主党来讲，其实它可以说是世界上面最强大的一个非国家的武装组织，它总共有将近15万枚的各式的飞弹，尤其是这次来讲，有很多秘密武器它打出来了。第一个理法1型跟理法2型这2种是导弹哦，它而且打得很精准哦，它直接打到你的空军基地，而且打破以前的红线，它以前不会打你的定居点，它这次就打你的这种海法这些城市附近，等于往你定居点方面招呼。另外，它还有一个新的武器，这次出来叫卡达尔弹道飞弹，是它这个飞弹射程有1900公里那么远，装药的这个弹头装药部位有1000公斤，那很大的一颗爆炸威力，射程可以那么远，等于涵盖你整个以色列全境。那当然以色列你要考虑啊，如果说你打破这个红线，你往那边进攻，我们讲一句话叫乱拳打死老师傅。他说他不遵守战争规则，他往你的城市地区来打，是特拉维夫给你乱轰，你铁穹系统虽然可以拦截，但是如果说一旦超过你的负荷来讲，有1、2发掉下去，打到你的居民区来讲的话，你以色列可不可以承受？所以以色列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考虑了。那这种风险你承担起，承担不起。可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纳坦雅胡敢这样做，就是吃定你美国，把你美国拖下水。你要不断的支援我经费，你部队要不断的支援我。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说是奥斯汀本来要去以色列访问就推迟不去，就表示他生气了，他很气。这个时候我在美国大选期间，你把我拖下水。是好，请教运教授。我先介绍一下哈，谁是这个纳斯拉勒啊？就是真主党的领袖。真主领袖的话，他担任真主党领袖是1992年的时候，到现在刚好32年，32年了。对，32年的话，我跟你讲，他是全中东最有名的什叶派领袖。大家要知道啊，这个阿拉伯人啊，就是回教徒分为逊尼派跟什叶派啊，他是什叶派以伊朗为主的。他为什么有名呢？因为2006年的时候啊，这个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以色列在打仗当中，2006年的话呢，进攻黎巴嫩南部的时候，是以色列明显的吃了一次亏，事后才有联合国维和的部队。里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所带领的这个，大家可以算出来，就是这个纳斯拉勒所带领的这个真主党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啊，基本上的话，让以色列的部队死了110多个人啊。通常来讲的话，应该是1乘20，他这个是只有乘4，所以大家强调说是这个18年后的话呢，2024年真主党发生战争。纳斯拉勒的死啊，就是确实是非常重要。所以讲起来啊，就3个方面了。第一个的话，以色列的这个情报是太厉害的，就是大家搞不清楚啊，这个传呼机啊跟对讲机啊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原来就是把你引用面对面的交谈啊。大家要知道啊，他昨天的29号的攻击啊，28号、27号的攻击啊，打掉这个民宅里面的话呢，打掉了7栋建筑物啊，不是像大家想的完全是滥杀无辜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然后呢，里面干掉的人的话，据说有9个，就是真主党的高级的领导人呐，
啊，所以说这个对中国党是大伤特伤。然后另外的话呢，就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整个科技啊，以及他们这个摩萨德或者8200啊，对无线通讯的整个规划啊，就是要展现他们的科技的能耐啊，就是大家实在是想不透，就是确实是像韩明讲的一样啊，就是它底下的内鬼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严重到的话呢，就是连那个伊朗记者发觉自己有问题，伊朗本身死了一大堆的人啊，就是已经调查内鬼调查好久，拿不出办法，所以现在勉强的把哈梅尼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其实讲起来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部队啊，这个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情报系统做得非常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你要了解以色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你只要认同你宗教，认同你是犹太人，你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话，就他什么人都有，就长得跟你我一样的人，你们也有爱以色列爱得不得了的人，就在河南就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河南开封的犹太人，所以说基本上的话，他们这个情报做的，我都想不透，怎么会做得这么好？然后第三点，他的行动能力真的是非常强，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而且我跟你讲，他的集中的过程当中是完全不考虑一切的，什么平民住宅什么的，因为他们是大家记住啊，这个死掉的地点是在这个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你打开地图一看的话呢，这个不是说是在这个以色列北部或者是黎巴嫩南部啊，它其实是已经到了首都的部分，它都这样子炸这种7、8栋的建筑物一样炸平了，就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完完全全被绑架。其实以色列刚好就是故意的要绑架美国，美国跟法国还假惺惺的要推出21天的停火战争，这个不可能理都不理，然后继续攻击，然后现在要地面部队啊，30到50公里的这个缓冲区是一定会建立的。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荣哲。再看到中国的经济部分呢，现在啊 ，A 股爆发，像小股民说第一次不想放假，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中国的股市正在牛速回归，9月26号上证指数呢收涨了3.61%，那重回了3000点，而且带来的是破兆成交。5000家上涨的好局面啊，那 A 股的净值呢4天增加了10兆人民币。中国股民4天平均赚了4.7万人民币哦，所以就这些股民呢就说，第一次这么不喜欢中国大陆的11国庆连假的长假，希望大 A 开门红一直来不要停。那现在还有人分析说，这个 A 股的投资人跑步入场啊，记者在周六采访多家的证券公司的时候，工作人员称这几天太忙了，连周末都不能停歇。那现在呢就有分析说，中国大陆的人民银行呢是用2种经济的政策来为 A 股市场带来提振的作用。什么政策呢？包括符合条件的证券，还有经济保险可以以券换券。那机构呢所获取的资金呢，可以用来投资股票市场。再来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的央行呢向商业银行发行再贷款，提供了这个资金的比率是100%，那再贷款的这个利率呢是1.57%，所以商业银行对客户放款的利率呢可以到2.25%左右，也就是呢也可以加0.5%。那现在呢这笔资金就可以运用在回购而且增持的上市公司股票。那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股票呢一片好转之后呢，现在连美国的华尔街也看好大陆股票来做起飞哦。现在有人问说，你该卖掉 NVIDIA 吗？或者买中国吗？这位亿万富翁正在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华尔街的大鳄巨鳄 David Tepper， 他说他最成功的就是对冲基金的经理，拥有213亿的美元的净资产。他的基金呢，在第二季抛售了373万的股 NVIDIA， 而且在第一季呢，也抛售了348万股。那 Tepper 呢，他指出了，在中国一系列的振兴经济措施之后呢，他马上 all in的中国，看得出来他投资眼光真的非常独到。那现在高盛的研究员也谈 A 股，他说中国的牛市能够持续很久，包括中国提出全面性的计划，让人惊讶，这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大规模的转折点。那除此之外呢，现在中国大陆也在进行这个借的基建外交来强化对亚洲的经贸地位啊，包括可以看到在西部呢也同意要建了一条穿越中亚的铁路。那北京呢还表示希望能够在越南这个地方规划3条通往2国共同边境的铁路。另外呢，中国正在试图说服俄罗斯北边跟北韩这边的这个港口来做一些开发。那所以看出来，它不止
再往中东，甚至东南亚，甚至东北亚，都希望能够打开这样的情形。那对于这样情形呢，华南早报它有分析说，现在对于中国跟东南亚的基建互联高速推进。他说中国正在透过基础建设的在东协稳扎稳打，实现互利共赢，在中美竞争升温之际呢，在关键打赢的这个优势。那就有香港的智库主任说呢，他说现在该焦虑谁？该焦虑的就是美国。好，换回来先请教一下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这个股票？哇，真的蛮厉害的，还有人说他不想放假。当然，因为过去这几年中国大陆的股市看起来一直不太好，经济状况看起来也一直令人忧心。但这一次中国大陆它政府出重手，然后就很明显的看到，就是整个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那甚至连那个在美国的，也就是一些美国企业，然后它是在大陆有投资、有创业的这些，然后他们在美国上市股票，结果这一些股票都已经涨了11%以上，所以就是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欣欣向荣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很多人都开始重新去押宝在大陆这边的一个经济市场。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就结束了？但是也会怕了。对，目前预期看起来应该是不会。为什么？因为它一连串的这些，就是包括这些，不管是在货币金融也好，或是在稳定房地产的这些状况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投资，所以就是用整个政府的力量下去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看起来，至少会有一段时间，它大陆的股票的状况应该是还不错。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 David Taper 他会直接就全部加码，直接 all in 对，而且你看人家真的很精准辉达，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黄仁勋来的时候，正式在往上升的时候，这跳得很厉害。结果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它卖掉。然后就果然辉达最近跌得很惨，好厉害。所以人家真的很有本事的，这早就已经精算过了，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对大陆来说，就是在他希望经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然后慢慢复苏的同时，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基建的力量，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基建力量真的是全世界最惊人。那他也目前试图用基建的这个相关的力量，然后来拓展他在国际上面的外交。比如说，美国其实也一直想做这件事。美国一直想跟东南亚、跟中亚的国家，甚至跟印度或是要合作一些东西。然后在非洲也想要做这样的东西。可是美国每一次都是讲了半天之后做不到。不管资金也不到位，技术也不到位，然后到最后一拖就拖很久。日本也曾经想要做这些东西，日本想要推销自己的高铁到其他国家去，可是也不顺利，因为你什么东西一给日本人弄的话，这都是经年累月的拖下去，到最后搞不好还不了了之。为什么？这个当然也跟这些跟日本合作的国家自己本身的资金预算有相关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同时能够提供你强大的基建力量，又能够提供给你资金来协助你要完成这个东西，在目前的地球上面就只有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一定会以这个他最擅长的武器在到处开疆辟土。像东南亚本来一度美国很想要把手伸进来，可是最近几次的结果你可以看到，美国慢慢好像有点知难而退，因为他们不管是柬埔寨也好、越南也好、缅甸也好，到最后的结果还是中国大陆的势力看起来比美国更为稳固。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跟中国大陆在世界争霸的这个策略上面，我觉得他应该到了重新要调整的时候，应该要找自己的强项出来，而不是一直在对自己不利的战场去跟中国大陆拼搏，那到最后就是输给中国大陆了。是，好，我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2014年陆股大涨了52.87%，那当时呢其实是呈现一个先伏后扬的一个表现。那上半年处于一个比较低档的一个盘势，那下半年开始呢，两市的大盘开始逐渐走高。那特别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21号当年宣布降息的时候，再加上上海、香港两地的股市这个沪港通启动交易之后呢，开始一波波的资金行情，所以看得出来，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有那种感觉一个情况。请教一下这个教授，你怎么看呢？这个好，我讲到股市的时候，我先讲大家不要忘了一句话，就高处不胜寒避免昙花一现现象。不过这一次确实是很不一样因为这个无论是在这个资金上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11长假才刚开始嘛，那在之前的时候呢，发布这个消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愉快的节日。那这里头当中的话呢，降息降准的话呢，这个还都是一般来讲让资金放水充裕，但是最主要的话呢，是全部要投资到股市里头去。这个等于是说降利息
啊，让你用放水的这种比较便宜的资金投不到股市的话呢，所以它自然产生的反应啊，据说我不是非常了解，但是据说就是你在银行贷的钱的话呢，按照股市里面的这种你买了1年的话呢，你获得的利益再扣掉你的利息的话呢，就可以赚上百万啊，就是你自己算了一下，如果你贷一个小单位叫1个亿的话情况下，是按照这样计算的。不过的话呢，这个我本身来讲的话呢，不是在讲这种好像股市实际的情况，因为确实是非常火红啊，然后大家这个假期应该是过得不错。但它主要放水的目的是要建立大家的信心，因为现在的话呢，无论是在消费的信心啊，然后在这个或是在这个投资啊，或者说是在出口上信息都有不足的现象，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是说先让股市起来，因为股市是属于一种大家公开的，大陆有2亿多的股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产生的效果。不过我这边要强调的几个重点呢，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大陆最强的是国防了啊！这一颗洲际导弹，我刚刚强调，资本有2种，它就回来。资本一个是逐利的啊，追求利润；另外一个就是避险的。那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安全呢？那当然是中国最安全。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点，中国的外交非常强。这个外交强的原因的话呢，就是中国本身呢。搞了非常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组织的同时的话呢，讲出来的话，比如说中东的问题，我们刚刚讨论中东的问题，大陆王毅讲的态度的话，始终是停火，然后签和平协议，然后尊重国际法，然后人道主义。讲来讲去的话，大陆已经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中东资金了，因为你全世界不像拜登讲的话，以色列永远是对的。那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呢，犹太的资本是一回事，那其他人的话呢，应该也有资本，对不对？然后第3点的话，就是它的制度非常有优越感啊，就是说制度会针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话，它一定要针对大家的需要。所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美国有非常多的人认为说这个牛市的持续发展，因为大家如果仔细读了，它不单纯是一个挽救的措施。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变原来的话呢是国进民出，现在的话呢民营企业也受到相当大的重视，请大家要了解，这个是一个机动的调整。我必须强调，大陆的制度有一个优势，就是它非常灵活，而且集体领导的话呢，会不断的了解各种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最近看到，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民营企业当中，包含了美团啊，包含了什么非常多了，就是阿里巴巴什么的各方面的话呢，都已经慢慢受到重视了。那另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是属于文化上的，就是说我们本身大陆的信用非常好。我们基本上温良恭俭让啊，天道酬勤啊，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不像美国那样子乱负债、乱花钱、乱印钞票的环境。所以大陆本身想讲的话呢，这个钱全部用发债的方式，是发行国债的方式的话，它的资金自然会比较大，而且是信用会比较好，而且长期来讲，我们自己对这个文化最了解。所以说，从这个我刚刚讲到说，国防外交制度再加上信用的话，可以大致上说明为什么大家都会表现得如此的积极。是，好，请教那个厉将军怎么看呢？其实股市要发达很简单的道理嘛，就是钱要愿意到股市去嘛。对，那钱从哪里来？第一个就是美国降息了嘛。这美国这次暴力式的降息，以前美国就是用它的降息跟这个升息来做这个潮汐的收割割韭菜。那这次来讲，以前他把这些钱吸到美国去，现在你降息了，自然这些资金就会回流过来。那中国，我想说，他挺过这个阶段了，挺过美国的升息这个循环。以前美国是用升息来收割其他国家，把你的汇率打下去之后，我再来用便宜的价格来收割，来收买你这些资产那这次来讲，中国挺过去了。那美国来讲的话，它准备降息，所以人民币我们看到，它从7月份开始有这些讯息出来，到现在为止，人民币升了2.5%，就代表钱已经回到中国大陆。这第一个。第二个钱从哪里来？它人行降准，它不只是降息，它还降准，降准了2码。降准2码有多少呢？可以释放出来将近1兆人民币。是，那这些钱出来以后，当然就是鼓励民众这个投资到不管是房市或股市那第三个钱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中国经济不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房市很多的钱都压在那个地方，资本钱堆在那个地方。那因为我的房子已经买了，那我每天要交贷款，对不对？这贷款钱，这个我就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股票了嘛，没有多余的钱去投资了。对，那现在来讲的话，它也降息降息来讲，就是说你现在还有的贷款钱，我现在就给你降。我本来每个月这个房贷要交1万块钱的，我现在只要交8000块，那我就可以多2000块，多2000块，它就可以有很多的运用。是我特别要讲中国来讲的话，它另外在股市里面，我们还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担心就是说我股票如果说跌下来的话，我就被断头了嘛，如果我买太多，所以它现在有个机制叫
股市互换的便利机制。什么叫股市互换的便利机制？就是说我如果买了股票，那我现在买了以后，就我现在股票往下跌下来，我会担心呢。这时候他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拿你的股票去借钱，然后再来买股票，所以变成说我买在高点没错，但是它跌下来的时候，我去借了钱，我可以再去买股票。这个买股票以后，我就自己救自己的股票，你知道自己买自己的这种自己股票自己救，这个股票自己救，再往下跌，我再去接着再买。那这样股市这个投资人就比较安心了哈，他就比较敢有这种机制来讲的话，他就比较安心，就是说我不会说是买在高点，然后我就被套牢，我套牢没关系，我可以再去这个逢低再去进场买一些。是我特别要讲，中国不是没有钱，中国其实很有钱，中国人民很有钱，只是什么呢？他不敢消费。那为什么不敢消费呢？我们叫做通缩嘛，一般来讲叫通缩。前一阵子，当然中国经济因为美国升息的关系，陷于一种通缩状态，就是我看到经济不好，我就不敢花钱，因为我怕我钱花了以后我赚不回来。所以，那你如果说要怎么样建立人民的信心呢？就是说，你今天你去花了这个钱，我保证你下个月还可以赚回这么多钱。那大家就敢花了。对，你这个花了1万块钱，那我下个月的我工资可以再赚到12000，对哈，你就敢去花这个钱。是，所以说这就变成一种良性循环，不会陷于通缩。那有一个指数叫 CPI 指数哈，这个指数来讲目前是负数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目前陷于通缩的一个状态。那我相信，如果说这些措施下去之后，如果能够逆向让民众敢于花钱来讲的话，那当然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那在房市方面来讲，它用降息的方法；在股市方面，它用这个股市互换的一个便利机制。相对于俄乌战争相对焦灼嘛，在以哈冲突、中东半岛这里，其实这个以色列几乎是一面倒的处在一个优势的战力里头。除了先前这个 BB 扣啦、呼叫器啊各种的一连串的爆炸案，接下来是真的很糟了，几分钟之内狂丢超过80个炸弹歼灭真主党。27号傍晚大举空袭贝鲁特之后南郊的真主党中央总部直接命中。真主党的领袖纳斯拉勒丧生，精准打击，就是除了到底哪些情报网的人全部让他直接挂掉，更是直接把人家领袖给攻击到位。所以住宅区我刚刚看到画面是升起剧烈浓烟，这都是短短几分钟之内投弹的结果。还有以军也公开战机挂弹升空，这个画面告诉大家准备空袭真主党的画面50枚2000磅，俗称是碉堡克星的炸弹。公开的告诉大家，我就是要让真主党灭亡。针对以色列现在所有的霹雳手段，没有要客气，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完全在军事上的优势展现无疑。那么被说这个真主党领袖之所以一下子被精准致死的原因是8200部队的功劳吗？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特别公开的讲，这次整个情报系统、安全系统是深度渗透啊，完全被掌握在其中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一连串的攻击事件，让他们重伤。他这个纳坦雅胡特别讲，我们已经算清旧账了。击毙纳斯拉勒这位首领呢，有助于困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能够获释，但问题是，这样的攻击真的已经让整个真主党瘫痪或完全无力反击了吗？纳坦雅胡其实甚至用这个所谓烟雾弹的形成来掩饰。他到美国去访问，就在饭店里头下令攻击，让这个真主党直接命中首领都因此而丧生。但以黎的冲突危机是更高了呢？到底现在观察的是真主党报复行动，现在也是声称随时会展开，有没有力气，还有没有力量可以集结报复，或者是整个战事会再更扩大在中东地区，是外界现在关心跟担忧的重点。但是呢，美国的角色是什么？拜登说，是正义之举啦。但美国国防部特别讲，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击毙纳坦那个所谓领袖这个纳斯拉勒的行动，不知道，不是默许，也不是我们支持，这样子是未参与不知情吗？那当然，先前这个 BB 扣的炸弹爆炸事件就已经有过这个质疑，是不是跟美国同意过是不是有过美国的支持？这都是问号。CNN 的报道有一些对于可能引发中东全面战争的这个忧虑越来越高，同时也对这个纳斯拉勒的死讯
感到欢迎，这是美国的态度。所以以黎冲突急速升温，美国啊、德国啦、部分的外交官跟家属赶紧撤离了黎巴嫩，不知道接下来除了轰炸攻击之后有没有所谓的反击。真主党的领袖被击毙，中东很紧张，专家担心首先经济面第一个呈现嘛，就是油价会大涨，那可能会对于美国接下来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跟影响。那伊朗呢？真主党领袖上命之后，未来72小时，伊朗会不会做什么？那么真主党的残余领导层决定展现军事实力，气势不能输啊，所以还是有可能再发动新一轮的火箭弹攻击。但领导核心这个斩首都已经被干掉了，有没有可能再有反击的力量呢？伊朗就说了，他的声明，以色列已经跨越了所有红线，所有不能做的事情都做了。所以这次袭击是战争罪，以色列、美国应该对此负责。那么伊朗就急着把自己领导人先移开，比较安全啦。哈米尼已经被移到了安全的地点，同时发声明哀悼，哈马斯也发声明哀悼真主党领袖。那么哀悼文里头特别说，占领军所做的罪行跟暗杀行动将只会增加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抵抗力量的决心和坚持。哇，这个仇恨是真的非常的强烈。而王毅呢，中国的角色又是什么？他们强调中东不稳，天下难安，所以希望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希望呢永久停火、全面撤军，是他们希望在这个调和者的角色里头来帮双方达成的。但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困难度非常的高。将军先来看看这个以哈冲突里头，哇，对黎巴嫩的做法是真的雷霆手段，够狠，招招见血。因为他这一方面呢，以色列都是看整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这个加萨地区的攻击，还有在北部的这个我们讲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攻击哦，以色列都把握几个。第一个，他一定是先制攻击，先下手为强，整个是先做这个空中做轰炸，把重要的军事目标在猝然攻击之下，通通给它摧毁，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是，你看他之后做精准的标定跟定位，连地下指挥中心都知道在相关的位置，所以以色列这方面呢，打仗打情报，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所以他都是打情报，精准的掌握、精准的定位这些重要的目标，再针对这些重要目标掌握目标物的特性来选择所使用的弹药。是，所以他这次用的是 MK84低阻力通用炸弹。这个我们空军用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来讲是挂500磅，250公斤，它这是挂2000磅，1000公斤 MK84，这威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呢，一个炸弹是1公吨炸下去，那个是威力是不得了的。这个就是在当初30年前，以色列实施巴比伦行动去轰炸伊拉克的核子反应炉，就是用这一个。那他现在那个时候是挂在 F16上面，他现在挂在 F15上。那一个 F15啊，当然可以挂很多，但是他为了发挥这个作战的特性，他一架 F15挂4枚，4枚就4公吨啊，4000公斤啊，就去轰炸。你看它，而且它有几乎有2到3轮定位，它有卫星导航定位，又有惯性导航，还有这雷射导引，3个，所以都很精准。你看它打到大楼下面的，整个大楼垮掉，因为1公吨的下弹下去啊，整个大楼一爆破之后，整个大楼整个坍塌，你在下面的所有的这些里面的相关的这些后勤或者弹药啊，通通都没了，灰烟灭。所以我们看以色列都是精准的打击，然后猝不及防，而且他先制攻击。你注意看以色列在第一个时间的，通通先掌握空优。所以你看，不管在这个加萨走廊啊，或者在黎巴嫩都已经是掌握了完全空优。所以这些以色列对这个真主党啊，几乎认为真主党还有反击能力吗？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说击落一架这个以色列的 F15战机或 F16战机嘞，更不要说打下以色列的 F35逆中战机都没有换句话说，以色列掌握完全空优，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所以黎巴嫩它没有国防，因为它没有空。现在以色列可以出入境，炸完毕之后安全返航，而且它这个是要凌空轰炸，因为它是低阻力通用炸弹，它后面没有火箭哦，没有说它推进去之后这个远距遥攻轰炸，不是。所以以色列可以讲精准定位完毕之后，针对目标物做武器的选项。第3个就猝然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它这个3个步骤了，都做得非常好，按照目标特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黎巴嫩这一方面呢，几乎没有招架。那在第1集，换句话就已经把整个的黎巴嫩做瘫痪了。所以你看黎巴嫩它的战力再强，但是问题是已经
在战略上已经陷于被动不利的态势。杨老师怎么看呢？那这样的话，等到以后的时候呢？这个整个黎巴嫩摧毁之后，他会转移目标到叙利亚。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因为他都一个个解决。你注意看，以色列他不多重开战，他把目标先集中，一个一个按部就班，逐一清除。所以他是有整个接续的，他这是顺时钟来走哦，从这个加萨走到这个黎巴嫩，下一个是不是对叙利亚做一些报复的行动都有可能啊。他现在已经对叙利亚已经局部动手了。他有这个局部的武器先过去对叙利亚的重要的据点实施轰炸，所以我们来看，所以以色列在这一方面的战术的运用跟它发挥，它是有准备的，养兵千日用于一时，所以以色列平常也做这方面的训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中东的这些国家啊，受到以色列这方面的攻击哦，他们是有一些很激烈的反应，但是所能够发挥的战力却是有限的，他们的这方面的反以的声浪是非常的高，但是你看他们能够反击的力量。反击的力道确实非常的低，换句话说，他们在这一方面，在战术上，在战略的规划上面，还有武器的运用，还有我们讲到的，尤其是反情报这方面的征收，在这方面它漏了很大的漏洞。尤其刚才主持人所讲到的呼叫器事件，就是对讲机的那个爆炸事件，他们都没有查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他们在反情报的作为上面呢，短板弱点也非常的高，让以色列掌握了主动权。所以到最后面呢，以色列就是事半功倍，发挥了摧毁的效果，让以色列的损失降到最低。为什么？他一出击之后安然反将，而创造了最大的战果，一直在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这是以色列建军备战在这一方面的他训练的严谨度跟他的优势，在这次战争中可以看得出来。是杨老师认为呢？那现在中东等于这样讲，是以色列碾压了其他周边的其他势力的话，那战火到底是升温了？中东可能有更多的报复行动，还是真的就以色列一统天下呀？其他的攻击要下手的对象，他随心所欲吗？当然不可能以色列随心所欲啊，但是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当然完全是跟美国做连结嘛，所以他跟周遭，尤其像是真主党、叙利亚。或者是甚至伊朗之间完全呈现一个军事上的这个不对等哈。是啊，可是真主党是怎么来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真主党是因为以色列在1982年占领了黎巴嫩南部才出现，是一直到以色列从1982年到2000年，他才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离开人家国家。在这过程当中，黎巴嫩的成立跟占领。以南的以色列在对抗，然后呢，以色列撤军之后呢，你在占领的时候，你杀害了我多少的这些同胞，黎巴嫩人或者是真主党人，所以呢，这个战争就在以色列的北部、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就不断的延烧到现在。你说他得到伊朗的支持，这是一个罪行吗？当然不是任何的罪行嘛，因为以色列其实你必须要讲。他在最近的这个呼叫器，你难道这不是恐怖攻击事件吗？对不对？你难道对加萨的大屠杀，现在死了42252人，最新的数字，还在那边继续的屠杀？所以当拜登跟贺锦丽都说，以色列针对真主党的这个领袖的这种大规模的暗杀，这也不是暗杀了，根本就是一个攻击行为。是一个正义之举，是正义吗？当然不是啦！我刚刚讲了嘛，以色列是占领人家离真主党才出现的嘛，就是要抗暴嘛，就抗拒你的占领嘛，抗拒你的后来的攻击，以及在加萨的屠杀嘛。屠杀。如果你真的稍微公平一点，我们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杀来杀去的，以色列占领的这种占据的这种军事的优势。地理上的优势，美国的支持，对不对？你不断的现在正在屠杀，你也在用恐怖攻击的手段，结果美国呢？关键是美国两个问题：第一个，美国偏袒，美国一直偏袒支持以色列，偏袒支持犹太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也知道美国政治的情况。然后呢，拜登无能，他没有办法像过去的美国总统能够去平衡这个情势。小打小闹，恐怖攻击，相互丢几个飞弹，但不会把这个情势恶化。现在呢，情势恶化到这种地步，国际媒体还以为拜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11月5号新总统要出来了，
但新总出来能够解决的问题吗？我觉得情势已经恶化到很难解决了。这个情势会恶化的下去，接下来就看伊朗要冷到什么时候。那他如果冷到一个时间的开始的爆发的时候呢，那就会是全面的战争。是，楚老师怎么看？恶化到什么程度？是整个战事在中东会有更大的扩大，还是真的接下来就是全面就是由以色列来轰炸？对于其他邻近的国家，不管伊朗也不敢做什么吗？还是？好，现在第一个当然，伊朗的这个最高这个宗教领袖已经躲起来啊，已经去寻找一个安全的这个庇护所。所以当然，伊朗也很担心以色列会发动攻击。不过，以色列不可能在现在对伊朗发动攻击，因为它现在的焦点是在黎巴嫩。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以色列对黎巴嫩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要看这一次轰炸的结果。很多人都说，那这样子是不是真主党就消灭了？没有。那事实上，过去的例子显示出，不管是以色列过去曾经用空袭的方式杀了这个哈马斯的领袖，或者曾经也杀过真主党的领袖，甚至美国曾经用这个空袭的方式杀了这个基地组织的领袖，在伊拉克都没有消灭这些恐怖组织。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内战，你没有用陆战讲错，你没有用陆战，你没有实际上派部队进入这个地区的话，你是不可能消灭这些组织的。那好了，所以现在以色列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说他到底要不要进入这个黎巴嫩南部去消灭真主党？那当然他就有两个辩论了。第一个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基本上摧毁了真主党的这个反抗力量，因为他们现在本身要联络都很困难，都是这个呼叫器爆炸了，他要联络都很困难，他更不要说反击。所以你现在看不到他有进一步的反击，他连回应都联络都没办法如何回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当然以色列要说现在他是要消弭真主党对他威胁，就比较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他的所谓这个6万名离开以色列北部的这些迁移到其他地方的这个以色列的国民就可以回到以色列北部去了。可是就有人出来说不对，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消灭真主党，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刻，你可以去消灭真主党。那像以色列的这个新右翼的领袖贝特，他原来当过总理的，他现在就说现在是最好的时间，你应该这个胜勇追穷寇，然后把它消灭掉。好了，如果以色列真的要发动陆地的进攻，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因为真主党它不是哈马斯啊，真主党它是一个有政治组织之外，而且它这个政治组织呢，它现在就在黎巴嫩的国会有议席，有15席的议员，它是联合政府的议员，所以你等于是跟黎巴嫩宣战，牵涉到不仅是黎巴嫩政府，还牵涉到黎巴嫩过去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法国，这是美国的盟国，所以这个战争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会有对他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政治后坐力的事情。因此，我认为以色列不会轻易的发动这个陆地战，但如果真的发动，那不只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而且也会是在美国跟他的盟国之间引起很大的冲突。另外一个人间炼狱接下来关心财经的话题。4天以来，在中国大陆的股民平均赚4.7万，当然这是人民币。怎么说呢 ？A 股的市值，因为已经一段时间严重的低迷之后，像水饺这样的概念突然开始增值，尤其在中央的政策里头，让它的市值净增加了10兆。那么券商大家都很开心这大头条随时要开户股民这样每天在赚尤其是根据统计数字，4天时间呢，A 股的市值74.98兆人民币，直接增加到84.86兆，大家都平均都赚起来啦，那大家就开心的吗？这样有助于在一段时间以来消费力很不够的这样的中国大陆市场可以冲上来吗？大陆的金融3巨头说要救经济，所以这个政策呢，提振经济复苏。这一刀看起来蛮有力道的，人民币汇率将从上半年受到了单方面压力，转向双向的波动状态。那么这样做下来的结果呢？看到这个景气好像有回笼的感觉好像大家很开心，尤其是观光预算吗？看到这个截图是说，这几天 A 股太争气了。所以只要有投资的朋友呢，就有这个升舱成功的概念，什么呢？就是旅游消费本来经济舱变商务舱啦，那本来住普通房升等啦等等。过去不少准备11假期家里蹲的民众，看起了机票、酒店，打算穷游的，纷纷提高了出游预算吗？都是一个 A 股出现的产业，还有整个景气的大变化。而美欧呢，对于北京的制裁，仍然在经济层面上继续
要升级。美国的驻华大使伯恩斯特别讲，政府透过关税政策要组织第二波的中国冲击，就是不要让中国一直在竞争上面有机会超越美国。警告呢，会对更多的中国企业来下手哦。那个中美是系统性竞争关系，他就这样说，而且这种竞争关系将会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持续存在。就说竞争，现在没有在讲武德的啦。既然竞争了，我就要用我的方法把你围堵到你竞争不过我这样的概念。而耶伦这句话，美国财政部长突然冒出这句话的时候，让大家惊讶了哈。他居然这样说的，在一场访问中提到，尽管上调对中国大陆的关税，贸易紧张的局势很强啊，这种持续的状态是如此，但是啊，这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我真的是黑人问号给加一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可以让2个国家、2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呢？这个就是围堵的政策，不是吗？不论的报道，欧洲又怎么做呢？欧盟即将对于中国制的电动车加征关税这个案子，10月4号，马上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表决讨论了，必须要经过这个全员27个成员国65%人口的15个成员国共同投票反对，否则的话，马上10月底就要实施这个高达45%关税，在电动车啊各种车辆要进口到欧洲来的欧盟国家的这种要求跟关税的防堵。那么所以在很多报道都认为呢，欧洲应该要学美国更警惕中国制造吗？这个是各种的想要抗中的论点。但是欧洲会不会这样照办？因为这个市场的依赖度跟市场的互相的需求仍然是很大的。看看大陆的车市好了哦，金9银10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哇，这个9月份车辆大卖，大陆的车市旺季太强大了。11黄金周又快到了，一直在推新车，半年内推了超过40款的新车，也太强了。而大陆有一个领域被说，这是马斯克特别引述的能源研究所2024年版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他认为疯狂会超越美国，这个叫做发电量。电当然是一个国家当中能够竞争力的核心的重中之重，尤其在发展相关 AI 科技的时候，他认为2005年之后不久，中国大陆就要超越美国有这个发电量。到2023年，大陆发电已经超越了嘛啊？那大陆到了2023年是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发电量最大的国家。而未来呢，它直指工业产能跟发电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会影响这个接下来中国大陆在能源上的表现，甚至造成了其他更多的经济上的表现。新疆有1000万瓦级的沙歌荒外送基地，这是什么呢？就是有更多的绿电可以从新疆这里送出来吗？根据这个疆电外送计划，第4通道总投资有1000亿元，包括了风电啊、太阳能啊，整个配套会让整个绿电的占比超过60%。所以能源绿洲加快中国能源绿色低碳的转型啊，跟我们台湾的绿电好像不太一样啊。当然，它的规模也是非常的，连让美国都已经比不上了。杨老师在看到人民币 A 股啊，现在的整个经济政策的策略杀下来，也的确对景气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了，因为它已经差不多到谷底了嘛。然后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就是刺激经济、股市、房市的这个措施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中长期有效，但你看到短期它的效应已经开始出来了。那你讲到这个发电量，它就代表的是制造业。我们台湾现在最伤脑筋的我们的发电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发展半导体，而半导体是最耗电的。日本现在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日本呢现在就要就是开发更多的核电厂，而我们还跟着那边。但是呢，最重要就是所谓的第2波中国冲击这个概念哈，现在变得很流行。那什么叫第2波中国冲击？简单的说，第1波就是在中国大陆加入到 WTO 之后，然后它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全球的这个变化，中国的崛起叫第1波中国冲击。那现在讲的第2波冲击呢，就是中国制造，尤其是它这些高质量的这些制造，新三样，太阳能、电动汽车、电池，行销全球。所以这一方面是个事实，但是当你在西方媒体跟官员用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其实是中国威胁论的另外一种变调。那更重要的是，它因此要提出很多保护主义的这些措施，因为中国第2波冲击来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的产业？
但问题是，它的第二波的中国制造的这些部分是真的中国冲击，还是有一些我看到大陆学者讲是中国拯救世界？也许你觉得，这个怎么会是中国拯救世界？举例而言，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现在已经光是去年1年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6亿吨，美国只有1亿吨。我们现在今年不就是什么最特征就是热嘛，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所以是不是应该要用电动车？结果现在因为大家从美国到欧洲说中国第二波的冲击，所以呢，现在要这个放弃内燃车，全面改用电动车的这个政策抛弃了，因为它把它保护起来。那第二个，各位可能不知道，加沙就是以色列现在在大屠杀的加沙地区，过去它的电通通都是以色列控制的，所以过去呢这几年来，加沙地区的这个家户就在他们的这个屋顶上装太阳能板，90%都是中国制，到现在也是。所以呢，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反而是这些难民营、加沙地区，甚至现在被屠杀在这些难民营里面赖以为生的这个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你说这个是不是中国帮助这些开发中国家“一带一路”提供的？所以你要去看所谓的第二波中国冲击，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你从华盛顿的角度，你就觉得这是中国威胁；你从这个全球南方的角度，你从加沙的小朋友的角度，你就觉得这是中国的商品，帮助我们还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甚至在非洲还能够去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角度你就显现出，就是美国这个驻中国大使呢，他是非常的从所谓中美的对抗的这个角度，台湾呢在这个角度里面要搞清楚，也就是说，最后呢，怎么样的商品跟怎么样的市场能够维持我们自己本身的经济的发展，两岸之间的经贸是不是跟美中一样能够去一刀切割？我觉得其实两岸的经贸也要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的方向跟两岸的关系的走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抗中不断的增加关税，在这个提高的过程当中，居然财政部长耶伦却认为，现在是让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怎么解读，周老师？他这个也对也不对。我先讲不对的地方就是说就贸易来说，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美国加强了跟这个欧洲国家的以及它友好国家的这个贸易，而中国大陆加强了跟全球南方的这个贸易。以2017年到2023年的这个贸易数字来看那这段时间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比重在双方的贸易这个数字里头，这双方整体贸易都下降。可是呢，美国从这个加拿大进口的增加了50%，从这个荷兰进口的增加了1倍，增加到2倍了。那中国大陆相反的，它跟这个像沙烏地阿拉伯啦，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或者是像印尼跟马来西亚，这都是倍增的，跟俄罗斯的贸易是增加到3倍。所以说就贸易来说，它这样不对的。第一个，当然这个涉及到说，美国因为推动了所谓的友岸外包嘛，就是它的整个生产链要转移到跟它在政治军事上比较友好的国家。第二个就是美国本身推动了这个工业政策产业政策，那么它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要发展它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晶片制造业，这些都使得美国本身的这个经济政策跟中国大陆经济政策其实是一个对冲的，是一个冲突的这个格局，因此他们的贸易是下降的。但是呢，我们讲另外一个方面，我刚刚说也对也不对，那不对的地方是贸易，对的地方是金融。因为8月中的时候，中国大陆跟美国才在上海举行了这个金融合作的金融合作的这个工作小组，在这个工作小组的架构之下，双方签署了一个加强中美金融稳定合作的这个协议。那这个是由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银行副行长跟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共同签署的。那这个当然是反映了就是说双方对于未来的这个整个全球经济局势其实讨论的非常多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双方设立了叫金融稳定联络人这个窗口，就未来如果全球经济
局势出现变化，有一些重大的金融风险的时候，双方有一个可以对口的单位去相互联系，而这个联系当然也就意味着协调。我也注意到最近政治局这个开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之后，大陆股市马上涨起来。可是政治局开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刚好是在美国宣布降息之后，所以双方是不是在这个金融稳定联络的这个金融稳定合作的一个架构之下，双方对于美国的降息有了讨论？